今天是2個人來吃自助，人均300塊。走進店的時候，我其實猶豫了2秒，不是捨不得，是在現在這個階段，300塊的意義好像變得不一樣了。以前覺得這算小奢侈，現在會下意識地問一句，值不值？但我今天還是決定坐下來，好好吃頓飯，也順便聊一聊最近在南京看到的餐飲變化。好，就喜歡這樣的。安靜的，像播客一樣的聊聊。你如果願意也可以邊吃邊聽點什麼。這樣我們就算陪伴式吃飯了。300塊的自助今天吃的這家有榴蓮，小山一樣的堆着的那種。牛肉、羊肉切的也挺漂亮，海鮮有生蠔、扇貝、基圍蝦，不誇張也不算敷衍。坐在位置上，我就想到一個問題：以前來這種地方，我們最在意的是吃回本。現在人來吃自助關注點變了，變得安靜了、理性了，也算賬了。我是一個喜歡觀察的人，你只要在店裡坐10分鐘，就能感受到我們這個時代的情緒。坐在我左側的，他是一對情侶。男生在幫女生剝蝦，動作特別熟練，但2個人的話不多，都在看自己的手機。我猜他們是精打細算的過日子吧。還有一桌是2個男生，盤子裡堆了很多肉和蝦，但聊的內容都是工作壓力，什麼行業不行啊，公司不行，錢不好掙。你說他們真的是來放鬆的嗎？應該也不全是，更多的就是找個地方坐下，讓自己喘口氣。餐飲這幾年已經變成這種情緒出口了，不是為了大吃大喝，而是為了告訴自己我還可以好好的，我還在堅持生活。南京其實是個很特別的城市它不捲，也不擺爛，有一點點文氣，也有一點點煙火氣。但最近這2年你會感覺到它變實在了。怎麼說呢？你隨便走一圈就會發現，剛需型店鋪變多了。以前你在新街口看到的，更多的是烤肉店、小資咖啡、輕食沙拉。現在更多的是10幾塊錢一碗的麵館，20多塊錢的快餐店，還有那種沉重的自選飯。排隊多，生意好。而且很穩定。過去那些講究裝修、強調體驗、價格中高檔的餐廳關門的速度比我們看到的還要快。南京這些年開一家餐廳，並不比北上廣輕鬆，因為房租、人工、食材價格其實都一樣，但還要面對性價比時代的顧客以及工資更低的消費者。顧客也沒有完全變窮吧，但他們變聰明了，所以你得對得起他付的那一口飯錢，否則他們立馬就會把腳步邁向巷子裡面那個20塊錢的快餐店。我真的很喜歡坐在餐廳裡面觀察人，尤其是現在這個階段，你會發現一個特別有意思的事情：餐廳裡的每一桌都代表着一個生活狀態。有些人是一個人吃，面前擺着手機，吃得很安靜，那是一種我想待一會兒的感覺。有的人3、5成群，話題永遠就是工作、孩子、錢，那是一種在彼此身上找到同類的感覺。還有就是一家老小在吃，父母不停地給孩子在夾菜。你每次觀察都會意識到，原來吃飯這件事情是可以看出一個時代狀態的，不是通過新聞報告數據，而是通過這個一盤盘菜。你看得越久，越能理解一句話：餐飲永遠跑不贏經濟，但永遠是最先感受到經濟的風向的。300塊自助，你覺得在2025年算是什麼？過去是獎勵自己，現在是慎重決定。300塊它不是小錢。在南京一個普通家庭1個月如果是買菜預算的話，大概也就在3000左右。
一頓300塊就占了1/10了。這不是亂說，這是現實啊！你不難發現啊，今年身邊人越來越會算賬了。早飯吃得越來越簡單，午飯要便宜不難吃，晚飯家裡做，要不然就吃快餐。聚會變少了，衝動型消費幾乎沒有了。這就是現在城市的節奏啊，謹慎、克制、務實。那麼問題來了，在這樣一個階段，人為什麼還願意來吃這個300塊錢的自助呢？因為吃飯這件事情不只是填飽肚子，它算是一種心理調節吧，一種讓自己覺得我還可以，我還在努力生活的方式。說的再現實一點，是一種平衡感，我們都需要的。我自己并不算餐飲行業的人，但因為經常拍、經常吃、經常聊，多多少少還是可以看到一點趨勢的。餐飲的未來會變成什麼樣子？我認為會有3類店活得還不錯。第一類就是極致性價比，要吃得飽、吃得還行，價格還便宜，這種店永遠不缺客人。第二種就是強供應鏈、標準化的連鎖店，它成本壓得下去，效率提得上來，顧客還可以信任。第3類是極少數真正能做得好的特色小店，不是價格高啊，而是東西真的好，你願意為它專程跑一趟。這種店永遠不會多，但永遠有市場。反過來啊，那些裝修花了100多萬，菜品好多，菜單很漂亮，營銷過度，體驗一般的店，在這個時代淘汰的會非常非常的快。南京新街口這邊，這2年倒閉的店鋪和新開餐飲的比例啊，太誇張了。就是你逛一下街一圈過來，下個月再來的時候，可能店鋪又換了很多了。想生存下來，就是要穩、踏實才行。吃飯其實是我和這個城市互動的方式啊。今天這頓自助，說實話，它不驚豔，但也不差。給我的感覺就是，我今天值得吃一頓好好吃的。其實你們會發現啊，我們每個人都在用吃飯這件事情和城市保持聯繫。如果你聽到了這裡啊，我很感謝。希望你今天也吃了點什麼，不管是一頓快餐、一碗麵，還是一個外賣。希望你能在這個每一頓的平凡的飯裡面找到一點點安靜的力量。如果哪天你狀態不好也沒關係，坐下來啊，吃一頓熱乎的，就像我今天這樣。因為只要我們還能慢慢的吃一頓飯，生活就還在慢慢的向前走着。謝謝你。走吧。